其实不只是政治了哈，什么事情都不应该脱离人性。哦，你做一个人要有人性嘛，否则你跟动物有什么差别呢？动物很多都可能比这些人这个还有同理心了。很多动物还蛮善解人意的哈。那从这个所以怎么电商网红，我是不知道他干嘛哈。486就说呢，大概最好投胎做中国人。后来呢，因为网络上很多人批评他说那投胎做美国人好。然后说我道歉了，但是我的这个文章不删，在这边呢，我警惕自己。他哪有真的道歉呢？他哪有真的道歉？他根本是借道歉之名，然后呢行诋毁之实嘛，然后这就486也就算了这个丁允恭是前行政院发言人行政院多么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死者为大，我也可以一样吗？我是不是该去死一死呢？死了大家就开始同情我呢？虽然他没有在办公室做那档事情，因为他在办公室不是这个搞那个事情被人家揭发吗？但是我也没有嘲笑什么土台客传统戏剧等等。大概是有嘲笑土台剧跟传统戏剧吗？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嘲笑过你就演你自己的各行都行行出状元，各行有各行的特色嘛，有各行的这个受众嘛。他说呢，还利用媒体表达对民主程序选出的总统的不屑，更没有签名中国对这个国安法的等等。他当时讲过，他没有支持过国安法，也没有签过名当时其实就已经出来澄清了但是我觉得乡民对黄色事件的意淫心态，加上推波助澜的网军，使得无法权衡这之间真正有没有盖的权重。这个无所谓，这是他自己的看法。算了，不用再死者为大了。林北没戏，那里最大。讲些什么这么多恶心的话？来，林涛。实在太恶心了，不知道怎么评价。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行政院的前发言人讲出这种话，代表整个民进党现在是泯灭人性的状况。其实这个大 S 的事情出来，大家应该是关心疫苗跟整个健康的状况要怎么保护台湾的民众。结果486先出来三笑说他大 S 到最后投胎要去哪里，一下当中国人，一下当美国人，你就可以看到486变成487，然后这个487青鸟呢一群又跑去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路易莎咖啡来做这个胡闹。再接着，这个丁允恭先生竟然在脸书写到，拿大 S 事件帮自己洗白。你自己在办公室做了什么不恰当的事情？你难道要拿大 S 的血来帮你洗白？这根本是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耶！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行政院其实第一时间针对大 S 的事情直接讲出来。日本的医疗，我们国人去年去了555万人次，未来去日本该注意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嘛。那台湾各县市的医疗，我们讲说公费疫苗的保护力要怎么从3成提到4成，甚至是5成，然后把我们的长者、幼童跟这些重症的这一些慢性病。要怎么把它的保护力提到6成？这才是你该做的事情。就你前面，你第一时间没有讲说买10万剂，前面叫这些绿营侧翼、丁允恭、486出来，把台湾的言论市场搞得这么龌龊、下流，这么没有下限。那怎么看呢？完全没有办法看出来。那所以我们回到这一件事情的本质，你可以看到民进党造谣真的是没有下限。刚才行政院的记者会不是手语老师又出来了吗？赵大哥，你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在这边讲，在我们上站直接讲，台北市的社会局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的。当时的预算被砍到9成8、9成5，至少还有100万。你手语老师有71万，你至少还付得起。结果你没有先结遵其他的预算，你先砍向基层的身心障碍者的权益，然后你也没先去打电话给台北市社会局说，那我可不可以拜托你来支援？就我的了解，其实他的文这个礼拜才送，那台北市政府没有，他说没有关系，这个流程再补就好了，我一定先把它服务到位，这就是蒋万的大气嘛。所以现在这个政府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来啊，像刚才我在上节目前打给我们卫生局长。我们桃园的公费剂量在2天前我公布的是2.8万的公费疫苗，到今天只剩下最后的8000剂，下午会打完。从明天开始，剩下的诊所的疫苗会集中在卫生所打剩下的残剂的公费疫苗。那你外面的这些一般的诊所是打自费，刚才讲原资讲1剂是1000块，可是现在好多县市跟某一些业者已经哄抬到3000了嘞。
你行政院有没有注意？你哄抬到3000，民众不知道啊，以为原本就是3000就打了。那你有没有针对这些裁罚？你完全不管这些民众把这一个疫苗施打的保护力提升，你还在造谣增加基层公务人员的施作的这一些难度，这就是现在看到的民进党政府。向龙，那两个是不一样的情况了。我觉得486我不认识，可是我觉得那种操作手法，只是典型的网红在蹭新闻的手法。网红蹭新闻，他不会跟你讲仁义道德那个呢，对他们来讲太沉重。就是你认为他失言吗？不，如果他不失言，那他讲话的内容就一点都不重要。要失言了之后才会引起报道，假装失言引起报道的时候，你看到486了，然后大家就叫他出来道歉，他再假装道歉，再蹭一波，免费的刷2波流量。在这几天呢，能够上新闻的，除了死掉的大 S，就是486了，多爽！如果不了解网红的逻辑，以为呢他是无心之过，或者他真心道歉，那都只是对网红的本质的不了解。许多人呢，在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顺着我们所理解的，就是呢死者为大的那个逻辑，是蹭不到流量的。中国人都知道，洞房花或花烛，如果人家有好事的时候，赞美新娘；如果人家生孩子，要说小孩子可爱；如果呢人家家里办丧事，要说呢这个人是好人。大家是真的认为就死掉那个人呢一定如何，或者这个小孩子一定很可爱，或者新娘一定很漂亮吗？不是，它里面呢有一种礼貌的成分，礼有病不相割。何况呢大 S 死呢，基本上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礼有病都不相割了，有需要出来蹭嘛？那个反映的是他除了网红之外，他不在乎做人的品质，他只要能够刷到就好了。那恭喜你刷到了，虽然这一套我们看多了。丁允恭呢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丁允恭呢是值得同情的。丁允恭他所干的事情，如果相对于之后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大量的自拍的影片啊，曝光的罗姓立委，或者是有了小三之后仍然可以当呢卫福部长的，或者是呢在外带头呢招妓小云什么的之后呢，都觉得自己都没有事的。丁允恭也不过就这档事而已。可是丁允恭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跟大 S 混为一谈，大 S 不是官员，你是个政府官员，你在干那档事的时候是在你作为政府官员的办公室里面，你自己呢觉得这可不可以过得去，那是你的判断。你要请辞你的长官要准你家里面的事，可是要把一个演艺人员就算有你丁允恭讲的后面的那些话，我就假定你说的后面的那些话大 S 都讲过，又怎么样？这不就是言论自由吗？今天就算你当着我的面讲，我就算听不下去，我也会知道呢，这是政治立场的差异性，我一定要满足你政治立场情感的需要嘛。那跟你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如果因为任何的意外事件而往生的时候，就需要用这种的方式呢出来呢讨拍，觉得你受的委屈比一个呢过世的大 S 更大嘛？那也是人性品质的问题，没有错，我同意。就是说，丁允恭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面干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受害者出来咬，也不过就这样而已。情节在民进党里面根本就不算什么。同年纪的大家在干些什么？我认为丁允恭大概也都清楚的，到澳门去干嘛的，被拍到什么的，我们看很多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把自己跟小 S 跟大 S 做一个相比，我只能说，丁允恭你到底算什么东西呢？你是官员，你忘了吗？文轩。我觉得看最近的台湾的新闻，你真的不晓得，就是说我们说川普很疯狂，那台湾不疯狂吗？到底是台湾比川普疯狂，还是川普比台湾疯狂？谁在学谁啊？我觉得到现在已经秀下限到，我觉得无以复加了啦。我觉得大 S 的话呢，你去谈他，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大 S， 你不能够去抹灭的是他作为一个流行文化的这些一度的这个台湾红极一时的这个艺人，其实你去看其他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东南亚，其实对于他们撑起了台剧的某个程度的风光时刻，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香港的端传媒写了一个
评论，其实我觉得相当程度蛮公允的。他说呢，大 S 跟小 S 呢，让这一代的我刚才这个有一讲，20岁到40岁这一代的女性呢，知道说，其实女生不见得一定要那么乖巧，你也可以无厘头，你也可以耍白痴，你也可以搞笑，甚至你也可以毒舌。其实它有点释放了这个女性可能呢在公众形象当中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某个程度来说，这个演艺人员他做一个这个影艺的创作，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好，但是我说你不能说因为他拿过中华民国国旗，他去中国大陆去拍过陆剧，他嫁给了一个汪小菲。你一直就觉得说他死了就大家过度的去吹捧他，你觉得他好像得到了一个他不应该得到的一个讨论，或是一个占了一个版面。台湾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一窝蜂的报道，事实上也不只有他嘛，所以他有特别吗？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他事实上在台湾的综艺圈里面，其实他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分量，更不用说他的过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情，所以真的是一个突然之间陨落的一个流星一样，就像流星花园。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刚刚也讲了很多，是不是你可以回到一个人性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不只是说对于大 S 了，我觉得不用去评论什么丁允恭什么，我觉得那真的是龌龊到一个程度啊。那当然我也知道说他可能，我不晓得他似乎有心理上，他的朋友出来说他可能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但不论如何，他也没有说给你这个特权可以去玷污人家，可以去消费人家，然后可以去挖苦人家来满足你自己的自己的快感嘛啊！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实际上不只是 S。你看这最近路易莎不也是一样吗？路易莎咖啡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今天台湾的很多的公众场合，它是不能够进行任何的政治活动的。那更不用说很多商家，我可以自己的选择，我要不要让政治活动进到我的这个场域来，不是吗？今天他说他不要，不行吗？而且我觉得很夸张的是，他竟然会说，你要想想看哦，我们这个联署的串联是10万人哦，10万人去抵制你的这个路易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局面呢？你在干嘛？你在做政治霸凌吗？而且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些所谓的网红也好，侧翼也好，民进党不用说一句话吗？你现在整个联署，你都说不是你发动的，那柯建铭在干嘛呢？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丁允恭曾经担任过民进党的高官，其实赵先生他不只是行政院的发言人，他是总统府的发言人，他也当过高雄市政府的发言人，他是那么多从地方到中央到总统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认为他已经秀下限到一个程度了吗？那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么多的侧翼这样子去骚扰商家，然后呢去攻击这个过世的人，民进党都不用说任何一句话吗？都说啊。这公民团体自己去联署，他们是自发性的，有这个样子吗？就台湾搞政治搞到说，我觉得民进党已经比他口中过去批评的国民党，甚至现在比他现在呢非常看不起的共产党，我觉得都要来得更过分了。你说当初共产党搞红卫兵，那不是绿卫兵吗？你看的不顺眼的人，跟你意见不一样，通通拖出来，让他去反省，让他去这个抄家灭族，不就这个样子吗？喊打喊杀。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政治需要搞到这个样子吗？你都已经不用去讲说这个罢免有没有道理了。其实回过头来讲，基本上你要去问罢免有没有道理，但现在你已经根本不讲道理之余，还用这种方式去搞这种罢免，去攻击这个一般的平民百姓跟一般的商家，这叫做政治嘛？好，中国社报的评论，低俗的发言人，休息了再回来。李文忠辞掉国防院的什么执行长啊，什么东西啊？对，国防就那国民党委员说是当道不容乌鸦，李文忠变成乌鸦了，为什么呢？他好像有批评是立法院什么这大法官什么提名啊，不协调一下呢？对吧？你现在是少数，跟在野党要协调啊，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大家都知道应该协调啊。但是民进党认为说蓝绿现在很乱，就不能协调。你至少试试看能不能协调嘛？譬如说，好吧，你不跟国民党协调，你至少跟民众党协调嘛。从政治的三角权力关系，跟民进党、跟民众党如果合作的话，民进党付的代价最小，民众党就8个人嘛，对不对？你就好吧，假定说你说我要给你什么政治资源什么，都很简单嘛。民众党要不要是一回事，但你至少表达你的善意嘛。通通没有，我都了解，他也没跟柯文哲联络，也没有跟什么这个黄国昌都没有。我就硬干，全世界搞政治没有这种搞法的。任何政府如果说他的国会里面这个多数党就阻隔啦，在欧洲就阻隔啦，对不对？总统就变虚位元首了。那民进党呢？我自己不懂是同样，假如说你说这个立委是早一点选，
总统是后一点选，你可以说我最新民意赢过你这个旧的民意，都是去年1月13号选，同一天选嘛，1月10号选完，2月叶元之就开始被发动要罢免了，这边联署了，这算什么东西呢？民主政治是这样搞的吗？你本来就应该妥协，我们常讲政治一个妥协的艺术，你去沟通嘛，设法大法官、NCC 委员，好吧，那好了，既然你们席次比我多，要你们同意，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些人选，大家有没有接受？通通不谈，就硬干。然后到现在 NCC 委员也不补提名，大法官也不补提名，然后就每天跟你们闹，这是怎么搞政治会搞成这样子呢？天下就大乱，现在靠罢免，所以我就讲说罢免你也不会过啊。你要罢到国民党6个，而且6个起来当选都是民进党，你才过半。那你有可能罢掉6个，而且再选6个都是你民进党吗？不可能。而且国民党不会提罢免你吗？国民党要罢掉1、2个、2、3个，你要多少？你要罢免10个国民党委员，你才过半。你真的有可能吗？那你劳师动众花这么多钱，十几亿政府的钱，然后到底所谓何来呢？我是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好吧？那李文忠只是讲真话就不行，不见容于这个民进党里面哈。所以呢，说他因为忠言逆耳，他被请辞。李文忠澄清说不是啦，我是血管阻塞的，装了支架了。装支架有什么了不起啊？装支架人很多啊。李登辉他装了11个支架，我的印象里面，很多人都装了支架，照样活蹦乱跳的。装支架怎么不能说？我觉得就是只好这样讲嘛。那你要讲什么呢？所以呢，他很想进国防部了。他都做过退辅会副主委，做了8年了。所以呢，被认为他是大炮。而且当时陈水扁呢，那个时候呢，对陈水扁的贪腐他们也不满。那时候也讲话，就被搞成11扣。而且有时候他对女同仁过度亲密了。那反正现在就各种谣言都出来。他老婆不错，老婆说攻击什么女同仁，看不起我啊。老婆这么美丽，老婆这么能干，什么去搞跟别的女人亲密，看不起我啊。我看过很多太太出来辩护的，用这样的讲法是第一次。看不起我吗？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别的女人？哪有什么别的女人的余地啊？好吧，不管怎样这个李文忠是公运出身，曾经担任过国代立委、退辅副主委，所以呢，11扣到论文案都有不满，对吗？论文，你这个论文是有问题的啊。怎么可以讲那所以呢说呢，他是炮孔对内，高层头痛所以呢，大概你就走吧等等来我们看一下，民进党是执政党对手很笨很坏很 stupid， 都是事实，你要处理你要处理嘛。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政府，我们不是反抗者。过年前，李文忠才以国防院执行长身份上节目大聊国防政策，只是年后开工没几天，就传出请辞消息。李文忠研究所教授说，的确有听到风声，大炮性格脾气大，要求严格的他与同仁相处不入，甚至还被传与女同仁过度亲密的消息，但他认为这才是关键原因。你又不能够完全为绿营去作战。我会炮火相烈的时候，陈峰实在很难会容忍。现在没有办法感觉跟他一条心的人，难道真是炮口向内踩到陈峰痛点，不得不开闸？还传出先前李文忠曾是国防部长人选，后续和现任部长辜立雄也有嫌隙，甚至还有一说 K 雄学院想和国防院密切合作，争取资源。但李文忠上任后认为两者属性层级都不同，所以不同意。快1年前我的血管堵塞90%那装了2支支架了，找我3次前面2次都拒绝的原因，党外一定知道我是好意，如果有什么讲什么意见我想这不至于是原因。不觉得对内谏言会被盯，但上任短短半年就请辞，留有不少遐想空间。有意。我觉得那个民进党自从赖清德上任之后，一直都有人事的问题跑出来，像是去年有那个台湾金联莫名其妙给了一个吕正章去当董事长，3天不到就卸任。那之前还有这个前交通部长李孟燕，然后有一些什么
奇怪的一些八卦绯闻出来之后也要下台。那现在呢，又是李文忠，当然现在还不确定他的状况是什么，各种谣言有出来。但是呢，看起来赖清德政府好像他的人事任用上面好像不是很稳定，因为呢，他可能这个政府赖清德和卓荣泰太刚愎自用了，而且呢，只要你下面的人不愿意听他的，不愿意照着他们的走，现在不愿意跟着一起大罢免，可能这些人就准备要被裁撤，这些人就准备要被各种的踢掉。所以呢，在看到这样的执政党，这么独裁的做法之下，我觉得在野党，尤其民众党，我们是觉得非常的，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但是我想讲一下刚才这个丁允恭的部分，他们一样也是，我觉得民进党要好好的去检讨一下自己的人员任用。前总统府发言人怎么可以，即使他已经卸任了，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话？他当时都是在官位上面呢，所以他本身就应该是人民表率，但是做出了这些行为，本来就应该下台。然后现在说的好像是一副，为什么我受到的待遇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不像大 S 一样，什么大家都可以原谅我？那要去死掉才行吗？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然后呢，还有这个路易莎的事情，我发现现在民进党的不管是侧翼，还是他们一些前官员，或甚至他们本身的一些媒体，都开始一直不断的去对一些我们老百姓可能觉得大 S 这些演艺人员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娱乐的部分；路易莎我们生活中的美食饮料的部分，其实是最不希望它沾染政治的地方。结果民进党的侧翼、民进党的前官员、民进党的这些媒体，都一直不断的用这些我们人民一般的日常生活的部分去做政治的操作，其实会让很多的中间选民感到非常的反感，尤其年轻人最讨厌这种事情了。来，这个梦华，其实如果要说李文忠是因为他喜欢开炮的性格呢，然后就因为这样，说赖清德不要用他，我觉得这个逻辑呢是有点问题的。怎么说呢？因为他喜欢开炮也不是今天的事，他从以前就不管是什么议题，从11扣到蔡英文的时候呢，认为说为什么要力挺可能林志坚那个时候的论文案，所以他其实一直以来的性格都是这样。如果赖清德真的是在意这件事情的话，当初在用人的时候，他从退辅会做了8年，当赖清德政府开始要用人，要在选择职位的时候呢，他考量到这一点，他就不会把他分配到国防院去当执行长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刚不管是李文忠本人或者是他太太，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但是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他可能觉得说自己不管是在过去可能已经非常的劳累，作息不正常到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心脏其实装支架，那也许他不担心，可家人会担心等等的这样的考量，他已经非常明确的都说因为健康因素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也不需要多加的去揣测说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奇怪，他本人跟太太都已经讲了，会有比他太太更不了解他的人来讲这件事情吗？太太就最了解他的嘛。那为什么不相信这些说法，要去想说那么多用人的问题呢？当然没错，赖清德政府呢用人上面是有一些的状况，有一些人可能用了几天后可能就离开，会有一些人大家会质疑，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我们每一个用人，我们去每一个好好的来检视说到底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而不是每次都是就这样来揣测。香农，这个人是我同学，大学同班的同学，政治系，当然，因为他在台大念8年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他念外文系，因为搞公运吗？搞那个学运吗？其实所以大家说他是公运人，他是学运人士，他基本上你可以说是台湾的以台大为中心的第1代学运的成员，他甚至于资历来讲比赖清德都还早一点，以他的新潮流的背景来讲，他的新潮流的辈分应该是非常高的。你看他念外文系，台中一中毕业考上外文系3年，但是英语听讲没有过，被死当，他赶快呢再重考进台大政治系，跟我的同班，我们同班进来，我们4年毕业，他5年都还没毕业，5年都还没有毕业呢，一样3修没有过，其他人就算了，你各国政府念政治系，各国政府是3修没有过，然后呢又出来了，所以8年呢都没有过。台大对他来讲唯一的意义呢，就是呢搞学运。可是我对这个人，虽然因为同学的关系，政治立场不一样，他又一直在官场上，所以之后呢，我们并没有什么联络。不过我对这个人倒还是很有正面评价的，就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基本上我主观上认知，我认为他是民进党里面很少数的中华民国派。第二个就是他不管谁在位置上面，我认为他说话的风格没有什么改变。你想当年
当年陈水扁2006年红衫军起事，国民党的就是说呢，陈水扁的扁家弊案大爆发的时候，民进党从上到下，管你叫做游锡堃，叫做呢谢长廷，每个人嘴巴都闭得紧紧的，没有人敢出来呢对陈水扁呢讲一个不字。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林濁水，还有一个就是李文忠。两个人呢出来呢批评了陈水扁，把民进党呢给赔上了。这两个人下场如何？民进党里面真的不是一个讲真话的地方。这两个人之后呢，你看李文忠之后被摆进11扣里面，很多人对李文忠的熟悉度不高，会讲说11扣李文忠是谁？李文忠因为他即使是这样子做，即使他一路上面对民进党颇有贡献，可是民进党有好好的用，他还是民进党里面新草岭里面刻意培养的，在国防军事系统里面的专业立委的人才。所以他虽然呢搞学运搞公运，可是之后当立委之后，他一直都在国防委员会。我认为他国防委员会，我那时候呢有一次我已经碰到他，我还觉得说你行不行啊？但是呢他是政治系的嘛，他就反正专注在国防委员会里面。可是他不管在国防委员会里面，他当立委，你看他搞公运。国防委员会里面呢，他也不过呢，就是到了退辅会的副主委，他连国防部都没有沾到，情治系统他都没有沾到。换句话说，基本上在民进党里面，他并没有被认真的对待过。那这个时候摆到呢所谓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安全研究院就是军事体系里面的退出役官兵的辅导委员会，连辅导都不必，就在那边养老。那个地方蓝绿共治，龙蛇杂处。李文忠放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个监军的角色，可连监军都监不了半年。李文忠讲的这些话，在当下呢会爆发。我觉得李文忠要怎么去解释呢？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呢他请辞，或者人家用各种的方式呢去描述他为什么要下来，都不重要。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民进党现在超级没有底气。现在的民进党双少数执政，朝野关系非常烂，两岸关系非常烂，台美关系非常烂。我主观上面认为，因为在场有民进党的委员，我认为民进党在当下是一个非常气势非常弱的时候。在气势很弱的时候，我又在发动大罢免。我在发动大罢免的，就是让所有的鹰派的声音呢都出来，大家都要一起吹口哨壮胆，把口哨声音吹得响一点。当我在吹口哨的时候，你在后面在唱衰，任何的声音呢都会呢加倍的放大。你跟我不同意。在这个时候，不要说呢，在2006年陈水扁的扁家弊案之后，全部都被证实。那个时候只有林濁水跟李文忠敢站出来呛他，两个人之后被清算。再到现在呢，当呢陈水扁在民进党气势最弱的时候，要搞大罢免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容得下李文忠？李文忠这种的声音，跟当年2006年质疑陈水扁一样，是高度的政治不正确的。某些方面来讲，发出这种声音就是自己找死。你不是太高估了民进党，那就是太高估你自己。休息一下再回来。